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首先呢，我们看到比特币继续下跌呢，在昨天 Binance 币安广场上，我们就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位于66300美金这个位置上是由小时线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同时呢，昨天反弹时间级别我们给出是小时线级别，如果小时线级别能够突破200日均线，注意看啊，这里是小时线级别的200日均线能够突破66300，并且持续下去的话，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将会由小时线级别扩展到4小时级别。但是呢，我们昨天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在66300美金这个位置上存在200日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同时呢，本轮行情在结构上，我们看BTC 的永续这里面我画的相对来说比较清楚一些。打开永续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当时提出的观点就是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同时呢，考虑到6到8月份是行情容易出现下跌的，所以呢，这个震荡结束之后可能会继续下行，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下跌洗筹。那么今天的阴线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构，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这组日线级别下跌洗筹由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阿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构成。目前下方黄色线日线级别的黄色线位于63700美金的144日均线，构成了比特币暂时性的支撑。但是通过这个结构来看，我们认为可能会到达的目标点位是在58000到60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呢。这个区间呢是由我们看下方的绿色线和红色线，也就是169日均线和200日均线构成，有可能到达这个目标。那么调整的时间级别可能会放大到2轮的日线级别下跌洗筹。但是呢，这轮行情我们依然看到周线级别早在3月份我们就看到周线级别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洗筹的悟空阳线，虽然经历了持续的震荡，但是这个悟空阳线始终坚挺。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在62210美金，那这个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对上方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预期。同时呢，如果跌破也可能会是这个短周期上跌破，在周线级别跌破的可能性不大，可能会迅速插到这个位置快速反弹上来，最后呢维持3月份的悟空阳线不变维持这个阳线，后面行情是干扰性 K 线可能会插针插破快速反弹上来，最终呢悟空阳线组最终成立的情况下，上方对于比特币周线级别上来说，它有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我们认为24年10月是第4轮减产牛市的比特币月注意每年10月都是比特币月。你看去年23年10月份，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出现起涨信号之后，连续上行，一直涨到12月份。那么这轮行情到达10月份，我们认为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漂亮的走势，把这个时间级别调回到日线级别。可以看到当前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是高位的震荡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跌破，跌破之后下方200日均线构成支撑，并且呢在支撑线附近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因此呢6到8月不适宜进行操作，并且呢你的仓位要稍微轻一点这个我们很早就跟会员群说了这个6到8月是一个调整的月份但是呢10月份之后牛市会重新启动，会见证一个疯狂的大牛市。那么这段时间也是比特币逐渐探底的过程。同时呢，我们可以通过 AI 困在今天的市值排名前500或者是市值排名前100，可以看到绝大部分币种都跟随比特币出现了快速下杀。下跌较多的，我们认为 BNB 和 ETH 跌幅也比较大，原因是 Binance 平台最近不断上新连续2天上新了3个币种。同时呢，也构成了一些吸血的效应，但是呢，我们认为这个吸血效应是短时间的资金呢往往具有跷跷板效应大量资金涌入新币种之后这个新币种如果是暴涨回调，或者回调之后接近平台期的震荡整理过程当中，很多资金会通过 BNB 和它新币的交易对重新回流到 BN 平台上来，重新回到平台币上来。因此呢，对于这一点不用担心呢，这轮行情的下跌呢，我认为主要是结构性的调整。那么这里的结构性调整主要指的是比特币已经经历了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洗筹，那么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洗筹，我们看这个位置它的
涨幅非常迅速，没有经历过好的调整。我们看到调整的时间推后到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悟空阳线这个位置持续震荡反复缠绕，这里的缠绕呢，让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更高的预期。高位横盘震荡也是代表着横有多长，纵有多高。调整的时间越久呢，后面涨幅也越大。因此呢，对于主流币比特币、以太坊还有 BNB 不用过度担心。那么我们重新回到以太坊对比特币这个交易对，那这个交易对呢，我们在近一段时间反复提及。那这个交易对的走势呢，我们重点要关注的是上方存在0.057的一个压力位。那这条压力线呢，我们可以动它的启动位置是在21年7月这条线呢已经长达3年震荡过来之后，在0.057这个比值的位置上构成了一个压力线。那么我们看到以太坊通过 ETF 之后通过美国的 ETF 形成了一个正式的基金之后，快速上攻到0.057附近，受到这里的压力之后，迅速下跌回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多头方向形成的多头缺口，用空头回补，下跌回来之后，在200日均线上构成了一个支撑带，反弹上来。同时呢，上方0.057仍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压力位置。我们回到 ETH 对 USDT 价格上来，我们看ETH 对 USDT， 我们打开这个 Binance。我们看一下它的现货那它的这个结构呢，我们看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的变形。为什么说变形呢？因为前面行情当中曾经一度下挫到下方144日均线附近，它收敛三角形的后半部分呢，我们看到在$3450附近构成了一个日线的支撑。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也同步会与比特币同步在7月份到达近焦点附近。我们认为以太坊我们刚才提到的0.057和比特币的这个比值，它形成了一个压力位，让这个区域不容易出现单独的突破。那么如果出现回踩，我们认为下方$3000附近成了一个筹码密集带这里的筹码密集带呢，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可以看到前面行情当中，从21年开始，这个位置上$3000就构成了一个筹码密区，也构成了短时间内的一个支撑。那么如果跌破$3500之后，跌破目前的收敛三角形底边线的话，那么$3000附近是由2条支撑线构成。第一个支撑线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筹码密集区。那么第二个支撑线呢，就是由日线级别200日均线构成。所以呢，以太坊抄底的位置大概是在$3000附近。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认为 UNI 走势比较强劲。为什么说这个位置比较强劲呢？原因是美国起诉了它出现暴跌被错杀之后，下方形成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看到收敛三角形主要是围绕200日均线做缠绕之后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近焦点附近发动突破，然后在上方这个位置上重新构建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可以看到 UNI 目前的走势是强于很多山寨币的。我们看到很多山寨币暴跌的情况下它跌幅超过50%，甚至达到70%的下跌，但是 UNI 在这轮行情当中非常坚挺。这意味着在未来它有可能在筹码中枢$10.5附近做缠绕之后，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变盘，再次上攻。同时呢，通过我们看这个 AI 困要注意看这个很多板块都可以去看AI 困的 DEX 板块当中，我们可以看到Uniswap 它几乎占比是85%这意味着 Uniswap 的市值与它在 DeFi 交易所的市值与它当前的价格已经形成了非常高度的背离。这就意味着我们预判 UNI 是有机会在这轮牛市当中还有一个10倍预期。我们可以看到 UNI 刚刚上市的时候最高达到$45，我们可以看到形成了一个对称性的涨跌，先是上涨上来之后迅速下跌，对称性的下跌，然后底部形成横盘震荡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变盘，跌破之后进入黄金坑$38附近，然后快速上行。这意味着它具备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架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架构当中，我们正在架构的纵有多高的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这个震荡区间在未来可能会出现斜向上的由波谷连线、波峰连线构成的斜向上的震荡上行的走势。所以呢，对于周线级别的 UNI 来说，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同时呢，对于目前很多次新币我们看到了一些活跃性，特别是在昨天上线 Binance 的 LISTA 这个币种呢，相对来说是非常活跃的。
它的这种活跃呢，在短时间内我们认为是超级主力，特别是下面方在这个位置上做出了一些动作，可以看到在15分钟和5分钟级别上，它形成了一个横盘震荡之后，迅速上拉之后快速打压，对称性涨跌，意味着它有着非常强的能动性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大盘它随着大盘的下跌呢，拉高之后啊，上冲之后迅速啊做对称性的涨跌，所以呢，对于这种次新币种在未来是可以关注的，但是呢，要耐心等待它啊缓慢能够出现平台的一个机会。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或者找我订阅我这本书，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